来，新玩具。今天我们来玩阿帕奇新出的这款声波的重涂蛇灵啊。这个配色呢也是有点意思的。这个其实是出自当时的 Joy-Con 2015年在眼镜蛇部队里边的这么一款 TFP 声波的一个配色吧。这个 Joy-Con 呢基本上就相当于变形金刚圈子这边的 Bolt-Con 啊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。所以呢，这回也是把这个配色的声波给你搞了出来啊，黑色的底子，然后加上黄色的点缀。我们来看实物，飞机形态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阿帕奇现在重涂版的这一款蛇灵呢，身上的这个质感和之前的那个原色啊有很多的不同。这一回表面给拉近点看，像是那种磨砂质感的味道吧，而原版的是那种光面的，它反出光来油油亮亮的。料子依旧挺不错的啊，你看这些细小的地方不是软胶，但是这个料子的韧性也不错，还可以，折动的什么的也是很有韧性的。同时我觉得它模具应该是有修过，在一些关节的地方，尤其腿部啊，这个鸡腿的双关节的这个地方有做解。上一次的那个听说大货的时候有不少人会松动啊，这回把这些地方也消紧了吧。然后就是上一次声波原色的时候啊，有个地方记错了，人这激光鸟啊，这边是头，就这个短的是头啊，长的这一节是尾巴。哎，这一次的激光鸟的分色处理也不错，这个图的上面还点缀了两片小小的绿色啊，效果也挺好看的。飞走，飞机形态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尺寸方面依旧是比官方的要放大了一圈，料子很好。然后更换料子的地方就是手上这两节，把原先的软胶换成了硬的材质，塑形就好看了。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无人机展开手臂的样子啊，这个翅膀一展更大一点，效果就更好看了。然后呢，在一些改动的地方，就是它把原先这个模具上边的一个联动的弹簧件儿给你取消掉了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引擎后边脑袋的部分啊，原先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弹簧的，可以直接弹出来，把这个给你改了，扣回来。接着这块往回倒的时候，这个倒角注意一下，卡进去，里边还有一个小扣子啊，扣点。把这个地方扣到位。好，现在就变成了迈克尔贝氏的人鱼模式。接着我们继续往下变，手打开，腿部这里从中间卡扣分开，这回这些卡扣插的特紧啊，把这机头往下撇一撇。哎，说起来，其实我记得以前人们还把这个做成了一个海怪的模式啊，这边嘴能张开。尼斯湖水怪脖子就跟这么冒出来了。接着我们继续拆中间这片的卡扣，解松。好，两条腿释放开。释放开以后，别忘了这里有一个小的偏折关节，我们把那个扭一点点。接着起落架收进去，把这一块往里折，然后让开这个缺口，再折一下，脚后跟拉出来，脚尖拉出来，然后一个双关节把膝盖打过来。另外的一边也是，我们从里边看吧。不过这个里边这回用的不是铆钉眼啊，还是螺丝，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紧或者松的时候，调整一下这两节的螺丝就好。膝盖折，最后小激光鸟呜飞回来，嘣儿往胸口一挂，库嚓一锁，然后两节翅膀顺着这两个凹槽往这一滑，
好，稍微摆了一个造型，我们同时把原色的这款声波拿出来也对比一下。除了涂装部分的一些不同呢，主要还是在整体的面板上边，由原先的那种很亮的面反光的那种油油的材质，变成了那种磨砂的很吸光的材质。我觉得吧，身为一个飞机啊，不应该做那么亮，而这种消光处理的这种配色，应该是挺符合真实的载具的，毕竟它是以眼镜蛇部队的配色嘛。然后是在松紧度方面提升的挺明显的吧，之前这一块尤其后边这两个触须啊，你看我现在摆的这个造型呢，是故意一个耷拉在肘子后边，一个耷拉在下边的，这样是为了造型第一个联动嘛，第二个是真的撑不住，后边的这一块这个关节有些松，本身的这根管子是很重的，它是根铁丝啊，而这个蛇灵的配色呢，看这回这个卡扣的松紧度就可以了，也就是说这两根管子你折到上面的时候不用任何的支撑，它是插得很稳定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做紧了，而且腿部这个地方也做紧了。虽然说原版的这个松紧度其实也还行吧，我这个还行啊，站立的没啥问题，不过明显感觉这回的重涂版会更紧一些吧。其实整体来说的这个配色很鲜艳，相信也有不少喜欢特种部队的人，甚至说曾经两个坑齐入的朋友们会喜欢这个配色啊。在一些银色的点缀上面，手还有它这个爪子的头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。当然很多人也是不喜欢这个洞洞手啊，我之前记得很多人都在吐槽啊，为什么现在连模具都改了，怎么不把这个洞洞手填上呢？为的是啥呢？因为在原版这个声波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这样的挽点，是激光鸟可以插在手上的。同时在野兽猎人的那个系列里边，它带成了机器狗嘛，也是可以把机器狗搭载在手上的。所以说手上的这个洞洞是必须存在的。很多人以为这个洞洞只是在飞机形态下作为一个卡扣去固定的，别忘了它是跟这个激光鸟也有互动的。比如说回来了，飞回来以后汇报工作，跟声波往手上一架，这样滴滴滴滴滴滴。所以这个洞洞手呢，其实这个应该是在原设计当中必须保留下来的一个环节啊。倒是虽然是 RID 系列的声波，也没像曾经日版 RID 时候那样给身上钻那么多的洞。其实玩 TLP 的朋友们，很多人都特别讨厌日版的那个目标战士啊，很垃圾。但这个声波的激光鸟呢，它不可或缺，因为它是身体变形的一部分，所以搭载在手上的这个洞洞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取消掉。当然，阿帕奇它可以把这个堵掉啊，但是我觉得增加一个跟激光鸟互动的这个洞洞手，其实也是挺有必要的。这个我觉得也是见仁见智吧，一个人一个的看法吧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款蛇灵的这个配色做得很不错，我很喜欢这个表面的磨砂处理效果，这个很棒。你跟原色的这个对比一下，这个反光的亮的，而这个是完全消光的。最后呢，就是还差一点点啊，因为当时的特种部队的这一款声波呢，它身上是有一些标志的，比如翅膀上面有个圆圆的标志，金色的那个。不过据说阿帕奇会在大货的时候把那个标志加印出来吧，带在盒子里边，看看那个标志贴上去以后的效果如何吧。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